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因为之前有位好朋友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说，请我做紫薯馒头。那坦白讲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紫薯啊，那就去找市场找了好一阵子，终于找到了这个紫薯。它不是紫心地瓜，它就是紫薯啊，紫薯。它听说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，比一些地瓜那些都还高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操作这个。那这一条我刚才称了一下是300公克，300公克。那我们对500公克的面粉下去操作。那因为不想加糖，然后就怕它太单薄，所以我们今天再加了这个绿的葡萄干啊，绿宝石葡萄干啊，这个是新疆特产啊，那刚好家里有，就拿来添加，然后算配一点颜色这样子。哦，那我们换个地方咯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把它做去皮哈。好，我们去好皮的，那我们把它切薄片，然后下去蒸，这样子。这个还蛮漂亮的嘛，哦，真的很漂亮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面啊。然后放在电锅里面蒸，我们会放一杯这个水啊，我们放一杯水，然后下去蒸，那再把它放凉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材料啊。那有中筋面粉500公克，紫薯泥啊300克，然后绿葡萄干80克，发酵粉5克，水200cc 啊，我们先取200cc， 到时候边搅拌的时候边添加，然后如果真的不够，我们再另外再添加这样子哦，200cc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操作。首先，我们先把5公克的发酵粉把它倒进来，然后用筷子把它稍微搅拌一下。然后把葡萄干也把它放进来，那我们就是一次操作了啊。然后再来加入我们放凉后的那个紫薯泥，我们蒸好，然后把它压成泥啊，阿姨把它放凉了。然后跟面粉稍微搅拌一下，它可能也搅拌不开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是要把它搅拌一下，然后开始加入水，然后搅拌成大面絮状。够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子，然后先把筷子把它拨干净。然后，如果在按压的同时啊，如果真的我们的水不够，我们再适时的把它添加进来。看样子
子是真的不够，因为这个泥还蛮干的啊。那我们把剩下的把它全部倒进来好了。好，那就是加了200cc 的水。那水量好像也差不多哈，看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在工作案板上面搓揉，搓揉时间差不多也是8分钟哦。我们混合的时间。我去市场购买紫薯的时候啊，问了一下卖地瓜的，因为刚开始找不到。然后那个卖地瓜的小贩说，紫薯种的人比较少哦，所以就比较难买到。当然有人在卖紫薯粉啊，那也应该也可以。如果它是纯天然的用紫薯去磨粉的，那不要去买那个化学合成的就好了。紫薯有的人说是山药，紫色山药，但事实上它不是紫色山药，它就是紫薯。它的价格比一般地瓜稍微贵一点点而已。我买的时候是上个礼拜买的。1斤是45块，一般地瓜可能在30几块左右。好。我们经过差不多8分钟的搓揉，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哈。那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盆里面，盖上盖子，等待它做1次发酵。1次发酵的判断 O 不 OK， 就是这个面团现在的大小放大成2倍大就 OK 了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我们的面团1次发酵已经完成了啊，已经放大差不多2倍大了。那我们在工作案板上面先撒1层粉，然后把它剥下来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做排气的动作。那排气的动作大概也是做个8分钟左右啊，充分的把它混合，然后把气体把它排掉，二氧化碳把它排掉。那你如果你的面团啊比较湿一点的时候，那我们就适时的加一点手粉。那如果像现在这个就还好，加不加都还好。在操作的时候啊，闻到的事实上是那个葡萄干的味道啊，葡萄干的味道，紫薯的味道淡淡的，几乎快闻不到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的馒头已经差不多了哈，经过8分钟的搓揉，那我们把它在工作案板上面一样稍微撒1层粉，好，然后我们把它擀平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把它卷起来哈，一样由外往内卷啊，然后把它卷实，啊，让它扎实这样子。啊，然后再来就是由内往外推。由内往外推，把它推长。
好，我们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做切割的动作。我们把头尾这个地方啊，把它先切掉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折痕的地方啊，交接的地方，把它卷到底下去，把它转到底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紫薯葡萄干馒头。那我们把它放那个馒头纸，再把它放到砧盘上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放在砧盘里面，那等待它做2次发酵。2次发酵的判断就是这个馒头放大差不多 1.3 倍到 1.4 倍左右，就可以开火下去蒸了。那我们都是用冷水开火下去蒸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我们的馒头2次发酵已经完成了哈，它已经膨胀差不多 1.3 倍左右了啊，然后表面按下去。它不会立刻弹回来，好，已经粉嫩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冷水，开大火下去蒸，然后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，15分钟一到，那我们关火，再焖个5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开盖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Hello， 我们的紫薯葡萄干馒头已经蒸好了啊，蒸好了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3颗啊，这是在上面那一层的。会比较表面比较光滑一点，当然这边因为我们有加葡萄干下去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跟山东馒头一样揉得很光滑啊。但是它的整个形状是 OK 的。那这3个因为是在底下一层被我们的蒸笼压住，因为它膨胀的比较大啊，蒸的时候它长得比较大，所以去顶到那个蒸笼的底部啊，所以有一点点被压到的感觉啊，但是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拿一个来试看看吧，啊，它的弹性啊，马上就弹起来。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，啊，还在冒烟啊，里面 OK 的。紫薯的味道事实上淡淡的，坦白这样讲。我们所有的食材这几次这样操作起来，真的那个味道都是淡的。坦白讲，没有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加香料，不是像外面的有一些他们机器做的，或是工厂大量在批次在做的，那个会有一些比较浓郁的香料的味道，那个大部分都是香料为主啦。那我们实际上操作的是完全没有加那些东西，好，所以它的味道本身就比较淡。那我们拆一点来吃看看咯，一样可以听到手工馒头的嚼劲啊，各位可以听得到，它紫薯的味道一点点啊，然后你如果咬到那个葡萄干，就有葡萄干的味道出来，甜甜的这样子。那我们葡萄干主要是增加它的颜色，这样子来跳一点颜色出来。那今天的紫薯馒头啊，就是因为之前有好朋友说请我看能不能做一下紫薯馒头的教学，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完成了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试着操作，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，那我们尽可能的回复你。那当然还是一个老话，就是希望你帮我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